从今天开始，你的工资将再也不属于你了。这句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从2025年9月1日凌晨0点起，中国数亿打工人即将面临的现实。强制社保，铁一般的规定，冷冰冰的文字，却压垮了一个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和企业。8月1日，中国最高法院发布司法解释，从9月1日起，任何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缴纳社保，任何协商弃保的协议一律无效。换句话说，无论你愿不愿意，无论企业能不能撑下去，社保这笔钱都得交。听上去冠冕堂皇，保障劳动者权益，人人都有安全感。可现实呢？很多企业的第一反应不是终于能给员工保障了，而是这下完了。浙江义乌的一家小工厂负责人一声叹息，这几年生意已经在往下掉，几乎没什么利润。新规一出，真的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工厂关门，人全部清退。这家工厂做的是日用品加工，本来利润就薄，一旦强制缴纳社保，员工工资要么被直接砍掉一大截，要么企业亏损关停。义乌的许多服装厂情况也差不多，一个300-400人的厂，如果被集体举报或被强制补缴，那就是致命打击。缝纫工、包装工的工资本就不高，社保的压力却是沉甸甸的。在江苏，一家纺织厂的负责人更是苦笑，纺织业利润本来就只有几个点，再加上订单波动大，按照规定为员工全额缴纳社保，人工成本直接飙到70%。你说这还怎么活？小工厂、小商铺撑不住，只能选择砍人。一家在县城景区开饮料加盟店的老板干脆放弃请兼职工，只留下3个正式员工给他们缴社保，同时每人降薪300至500元。他无奈地说，不降薪就交不起。更聪明的老板则选择走外包这条路。有家政中介公司已经把行政人员以外的所有员工全都外包给人力公司，身边的同行也纷纷效仿。与其冒着巨额罚款和补缴的风险，不如把麻烦推给别人。对打工人来说，这场强制社保风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到手工资少了。广西柳州一位网友在视频号里留言，工资少了1600元。短短几个字击中了无数人的痛点，评论区瞬间炸锅，别说柳州了，全国都是一样。在南宁做电信外包的更惨，扣完五险一金，到手工资只剩下1700元。想象一下，在今天的中国，一个成年人拿1700元，房租、水电、吃饭、交通，还要不要活？山东农村的网友冷嘲热讽，农民一个月才100来块，你们还嫌少？另一条评论更心酸，你至少还有工资，有人直接失业了。一句话总结，要么收入缩水，要么饭碗砸掉。社保名字听上去多么温暖，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还有住房公积金。可在中国，它成了沉重的负担。首先，年轻人普遍觉得自己是在替别人养老，因为中国的社保是现收现付制，你交的钱不是为自己存，而是为上一代人付。更荒谬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欠账，竟通过视同缴费的方式，硬生生转嫁到今天年轻人头上。这就是赤裸裸的代际剥削。年轻人不仅要为自己的未来存钱，还要为过去几十年的制度缺陷买单。其次，社保报销有限，大病一场下来，医保顶多报销个几万，剩下的几十万、上百万全靠自己。养老金更是悬在半空。据中国财政部2022年披露的数据，2021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已高达7000亿元。而保险行业协会的预测更触目惊心，未来10年，这个缺口会扩大到8万亿到10万亿。面对这个天坑，政府的办法不是拿国有资产来填补，而是强制全民缴纳，延迟退休，
提高缴费基数。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财政扛不起，就让老百姓来接盘。自8月初消息传出，企业老板和打工人几乎同时陷入恐慌。老板怕的是倒闭，员工怕的是失业。社交平台上抱怨声此起彼伏。有人算了一笔账，工资本来就只有6000元，交完社保，实际到手不到4500元。偏偏房价高，物价高，孩子要上学，父母要养病，活生生被逼成了月光族。有网友愤怒留言：社保是他们的提款机，不是我们的安全网。更有年轻人悲凉地说，交了10几年社保，到最后可能连自己都养不起。等我老了，谁来养我？这种声音正在形成一股暗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社保的本质，它究竟是为民服务，还是为财政输血？很多人以为社保只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事，但真相是，这背后是一场全民被收割的财政游戏。看看数据就知道。根据中国财政部的公开数据，2021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养老金缺口7000亿元。保险行业协会2023年的预测显示，到2035年，养老金累计结余将耗尽，缺口在未来10年可能达到8万亿到10万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数据中，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突破3亿人，占总人口的21%以上。这意味着一个年轻人要同时供养2个甚至3个老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强制社保根本不是保障，而是财政的输血管。养老金的本质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今天年轻人交的钱，明天立刻被拿去发给退休老人。等你老了，可能压根没钱了。换句话说，现在的打工人辛苦缴纳的不是未来的储蓄，而是别人的养老金。这是一个典型的庞氏骗局式制度，只要人口老龄化继续加深，这个游戏必然崩盘。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根据工信部数据，中国99%以上的企业都是中小微企业，他们提供了全国80%的就业。可就在这样一个群体身上，强制社保成了致命一击。按照人社部规定，用人单位需要缴纳的五险一金比例大致为：养老保险16%，医疗保险10%左右，失业、工伤、生育加起来3%至5%。公积金各地不同，通常5%至12%。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员工的工资是6000元，企业光是额外成本就要再掏3000元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在制造业利润率普遍只有2%至5%的情况下，社保等于直接抽走企业的命根子。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工厂选择关停，老板宁愿把厂子卖了，也不愿冒着巨额罚款去硬撑。义乌的日用品厂关停，江苏的纺织厂裁员，北京的家政公司外包，这些案例并不是个别，而是一个浪潮的缩影。一旦中小企业批量倒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失业潮。中国本就已经面临城镇青年失业率超过20%的困境，如今强制社保更是火上浇油。别以为打工人能在这场风暴里幸免，现实是钱交上去了，保障却没多少。医保报销有限，大病依旧要砸锅卖铁，养老金账户里的钱未来能不能领到，谁也不敢保证。更残酷的是，延迟退休正在加速落地。原本60岁退休，现在要延到65岁，甚至更久。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一辈子都在缴费，却迟迟拿不到钱。等你真的能领养老金的时候，可能早已病入膏肓，甚至等不到那一天。有人戏谑延迟退休，就是确保你交了一辈子钱，最后领不到1分钱。这听上去像冷笑话，但正在成为现实。最讽刺的是，本该由国家承担的责任，
却一再转嫁给普通人。按照常理，庞大的国有资产和央企利润完全可以拿来补充社保基金，可是没有。官方的数据是，2023年中央国企利润总额超过2.7万亿元，却鲜少有资金真正流向社保基金。为什么？因为这些钱要用来维稳，要用来搞大基建，要用来填补财政黑洞。最终，最容易被收割的永远是最底层的打工人。这才是所谓强制社保的真相：财政缺口转嫁，国企不动，百姓买单。社保本应是安全网，如今却成了撕裂器。年轻人愤怒，我在替别人的父母养老；中年人焦虑，交了几十年社保，最后能不能领到钱？老人心虚，如果年轻人都不愿缴，我们的养老金还能拿多久？代际之间的不信任，社会阶层之间的撕裂，被这场强制社保进一步放大。一边是财政缺口的无底洞，一边是普通人被掏空的钱包，最终的结果就是全社会的普遍焦虑。强制社保的初衷或许真的是保障，但在当下的经济困境下，它更像是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企业和普通人身上。中国的打工人将面临工资缩水、就业不稳、养老金不确定的三重焦虑。中国的企业将迎来倒闭潮、裁员潮、外包潮的三重危机，而中国的财政却依旧像无底洞一样，不断吞噬着一个个家庭的收入。这不是保障，而是赤裸裸的收割。今天，很多人问：今天开始，我的工资到底还能剩下多少？更可怕的问题是，10年后、20年后，你辛辛苦苦交上的钱，还能不能回到你手里？这一切没人敢保证。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今天开始，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打工人都将被卷进这场强制社保的风暴。